那请问你对于那个脆上面说不会教就不要生这句话，您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是还没有生出来，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教？因为每个小孩都不一样，或者是说，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片面的状态，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切片，你就因此完全否定了那个爸妈他们对他的教育。那你觉得这样子算是公平？他讲的很有情绪，对不对？我根本就在讲他。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的频道。这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尤其在2025年的最后一集，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台湾呢，其实是全世界生育率倒数的第4名，每天在脆上面呢都有许多厌童的言论，引发两方的战斗。尤其是生过小孩的父母亲，跟从来没有生过小孩，也没有结婚，甚至单身的朋友，引发两大派系的极大伤害跟极大损伤。那究竟台湾到底适不适合生小孩呢？而且为什么大家都不生小孩呢？今天我们请到2位专家学者，一个是来自于 YouTube 拥有160万订阅一个小妈鼠的爸爸啾啾鞋啾爸爸。大家好，我是啾啾鞋，又见面啦。上次才这边聊当兵，对不对？聊当兵。今天聊当爸爸。好，另外一位是从零开始养过任何动物，把小孩当动物养，拥有133万订阅的许博。Hello， 大家好，我许博。第一次来。那究竟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会更想要生小孩，还是想要立马结扎呢？那我们就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本集特别节目，一起当奶爸。在座2位结扎了吗？没有。我觉得在今天请来的这2位，算是我们台中地方爸爸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是台中奶爸团呢。台中奶爸团，而且完全符合3个不同样的世代。好像我们副总，这目前至今10个月大，新生儿阶段，快抓周了。然后那个啾鞋，你是小一7岁，这个堪称我们2位的学长。哪里？许博的小孩子已经要进入叛逆期了已经进入叛逆期了，没有，已经要进入国中了，对不对？一个12，一个8岁半，一个是国中，所以已经有正式进入叛逆了吗？应该，我觉得叛逆还好，但是我觉得主见越来越的明显，强烈主见，非常强烈。因为我们今天第1集我们请到这3位，我觉得3位的这个都非常的特别像我就是从小做工工业背景长大的人，对不对？带小孩的方式，那应该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然后许博就养过这么多动物，从零开始养，看人家养，然后养育的方式肯定也不一样。然后啾鞋，我觉得最特别是我一开始就想要找的人你知道啾鞋是一种台湾神秘组织的那个成员，就是属于一种天才组织你知道他是进入那个天才组织的人。你说 Mensa 吗？对 Mensa， 他是 Mensa 的Mensa 教出来的小孩，那肯定也跟人家不太一样，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3位里面，我其实最熟悉的是许博的小孩，他的语文能力极高他英文能力很好，而且像之前在走中讲的时候也会来对，然后落落大方，很会聊天碾压爸妈。我记得那一届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个小孩程度碾压父母亲，完全碾压，好强然后他小朋友现在也在做 YouTube。他立志要在国小毕业的时候达到10万订阅。是，说是这么说了。这样叫什么 U2代、Y2代。所以，请问，我觉得第一题就马上，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你们会把你们的专业想要带给你的小孩吗？就是因为你们2位其实都已经是100万 YouTuber 然后想必不管怎么样，在 YouTube 界肯定有所专长，才能够混到现在嘛。我如果用 YouTube 算是你的专长，所以许博爸爸，你是会一开始你就会想要把你的专业，然后带影响你的小孩吗？还是？我觉得我们的情况比较算是，我们把我们会的东西放在那边，然后看他要不要来拿。他如果不来拿，那就算了。那你会当时抓周会的项目，你有放哪一些给他？当初好像该放的都有放，然后我爸特别拿了一叠1万块出来放在那边。哇！为什么拿钱？他可能我爸喜欢钱嘛，所以。但是拿1万块抓到1万块是什么意思？他好像最后真的抓到1万块。哇！爸当时代表1万块是怎样？他是很会算钱的人，还是他是一个？他就是希望他身边有钱这样。这也是蛮直接的啦，直接抓钱呢。那你小孩那个时候当时有抓什么？他那时候我记得他抓3个东西，那个听诊器，然后算盘，还有印章。算盘我知道是做生意，对。印章是什么？应该也是当保人，没有应该也是算是当老板那种差不多的吧。开公司。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那一阵子刚好对玩医生游戏很有兴趣，对，他就顺手就抓了听诊器这样。我那个时候跟我家人讨论，因为快抓走了嘛，他说你要抓什么？
我说我整排全都工业工具。对啊，你根本没有跟他选择，你没得选，你就是要做工，你机器人的谁来做？只是选择说做哪一种而已。以哪一个专业为出发？你是以铁工专业为出发呢，还是以计算专业为出发？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是开始照顾副总了之后，就是因为晚上会开始跟他讲很多那个什么工业故事嘛，然后哄他睡觉。哇塞！我跟你讲，流量很好，流量比我还好。哇！那个流量好到就是他妈妈直接帮他开了一个就妈妈群组，就是团妈，就很多人问说，他用什么奶嘴，然后他用什么尿布，然后他用什么，就干脆他的妈妈就直接开了一个跟副总用一样的赖社群，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这样做生意，还没周岁就开始带货，还没周岁，他就开始接业配，了不起。真的是还没周岁就开始去上班了。然后最有趣的是，因为他有时候会跟着我们拍片，主要是因为我很忙，我在台湾的时间可能也少，所以我就也希望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他也能够有一起参与，可以记下一些他的样子。就怎么到拍一拍，就有厂商就说他想要发他这样子。最好笑的是有一次，那没有 say 我就是在那边弄工具，用他的娃娃车。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他讲说，那个 Monkey 练几轮扳手拿过来给我，然后他就拿出了几轮扳手，很屌，那个都完全没配音了。然后我就说，这是10号梅花扳手哦，8号嘞，8号在哪里？他就从里面拿出8号给我。那你不用抓周啦，你就直接指定就好了。我觉得很屌然后强哦。最有趣的是当下还好我们也录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靠，难道这是遗传吗？好猛哦，基因呢？然后这件事情最有趣的是，因为其实我从小跟我父母亲的关系没有太好，然后但是我人生让我真的第一次赚到就是那种存到8位数以上的钱的时候，其实是靠就是帮人家做工业制程跟工业管理，就是帮人家修改那个制造生产链。我到30岁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爸爸他念的是工业管理啊，是啊，我到30岁才发现，就是原来才发现说靠，原来我竟然不知不觉走到了，哇塞！我从来不知道，因为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学校对面卖卤味嘛，我就是也不知道他以前念这个东西的。哇，这也算是一种基因的力量，是不是？所以那纠结你会把你的那个力量传递给你的小孩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力量算是哪一种，因为像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他妈妈的影响可能还比较大，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家长可能就是算是一种职业示范的角色，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在就是生活当中可以知道说，爸爸做什么的，妈妈做什么的，那我未来想不想要成为他们这样子的人？类似这样子的角色。那有时候我也会让他尝试一下，像就是可能给他买个儿童相机，给他拍一下、玩一下，然后甚至可以跟他说，什么叫做剪片？那概念到底是什么？可以跟他讲一下。你们儿童相机也有团购？对，有，那已经收团了，收团的，对，没跟到，因为我很喜欢看他的那个，就是他有时候会带他女儿会去一些那个国外的，对的那个饭店，然后饭店里面就很像是一个国际交流村，然后他常会介绍很多，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对我以后也要面临到这个问题，带小朋友出国，我等一下也要聊一下。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就是没有任何强迫他一定要接受的意思啊，只是说可以示范给他看说，爸爸是做什么的，然后我甚至会跟他解释说，我们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赚钱的，就是说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可以给他很多选项。我有问题，所以你们2位的小孩都在几岁的时候开始认知，就是你们在拍片？大概中班到大班就有了，这么快？就是带他出国，可能有时候会拿相机在那边拍。但我不是那种很认真拍 vlog 的人，我就是顺手拍，然后回来再剪这样子。但是他看得出来说我是在做某件事情的，然后相机会指着某些地方拍的，因为他有时候他现在已经会自己用那个 YouTube 了嘛，就他有时候也会看到我的影片，他就会知道说，爸爸这个东西是爸爸做出来的。那我给他的教育不是说，你也可以学这个，而是说，我算是跟他解释说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让他了解一下说这个行业，比如说你将来。你要靠这个赚钱的话，你怎么赚到钱的？甚至是给他一些刺激想法，说，这个行业怎么赚钱？那妈妈那个行业怎么赚钱的？也跟他解释一下，他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的人生的选项，他未来可以怎么走的。那请问这个已经正在当 YouTuber 的许波爸爸是，您有像这个门萨的这个一样跟他们解释说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吗？他们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是我在写小学联络部的时候，爸妈职业那一栏的时候，是哦，我都写某摄影师这样。摄影师，我都直接是写。我想说有点难解释，摄影师要剪辑套之类的。那我问你，为什么你不写 YouTuber？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就是为什么你不写 YouTuber？你是写摄影师？我觉得有点难
难跟老师解释，没有。因为可能你在那个时候 YouTube 更不像现在一样大家这么容易认知，因为你的小孩刚上国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已经算是有点多年前，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对这个职业那么认知。差不多6、7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就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职业，刚开始知道，对，6、7年是黄金年代，那个黄金世代，对那时候我都还没做 YouTube，就大家知道，但是可能我不确定大家到底知不知道，所以我想要写一些大家有点好像自己讲，好像就有一点太快了。对，好像我要跟人家垫，对，然后讲说那我可能我这个有一点涉猎，我就写一点这样子。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这个环境很可怕，就是大家都跟我说你要赶快去看幼稚园哦，你现在不看幼稚园的话，你可能真的要，我靠，你看真的要。然后去幼稚园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会问我说，你在做什么的啊？然后我都是写说我做工程的，因为我也想要感受一下，就是他知道我是做工的，看他态度怎么样。对，因为我到现在虽然我在拍片，但我还是有在做工业的工程的事情嘛。我觉得不同学校的那个感觉真的不太一样啊，确实，就真的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也有去看一些就是比较贵的学校。做工程的时候，然后老师就我觉得那个音调有点因为我心中的 OS 只是想说。你一定想说，你们的学费不便宜，那你对我这个做工业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但我觉得工业的做工程的这个 range 真的很广，真的很广。有时候他也可能是他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去精准定位的感觉。对，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到底在接下来看别的学校的时候，我到底要跟他解释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也会觉得，你如果写个 YouTube 好像怪怪的，就是你如果说工程顾问，大家会比较有方向吧。顾问看起来感觉比较 high class。对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看那种 high class 的幼稚园的话，你要让他有那个相对应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那个像我的太太就是很可以念书的人，那我就是那种国中辍学没办法念书的人所以我们两个的那个对于这个小孩的想法跟期待，完全不一样。我知道，这个确实是会的。你们也有吗？其实我老婆比我还要会念书。我靠，你老婆该不会？她就是一路念到没有到博士，她就是硕士毕业，然后就是进去大公司工作，这样就是蛮标准的，你想象中的理工科人才的那个走向。但是我就是虽然说好像是会念书，但是其实我大概到大2、大3的时候，我就念化学念到有点没力了，甚至是差点没办法毕业的那种程度，所以我就开始走另外一条路线。对，所以有时候也会对这个就是小朋友以后的路线会有一些讨论啊，当然时间还很久，所以还没有到说什么争执之类，但是会有一些讨论说，到底是说，你是走一个比较稳当的路线，像我老婆那样子的路线，还是说你会去走那种你需要自己出来闯荡的这种路线？好可怕啊！你看，请问简之您太太会有什么意见表示？请问简大嫂，这个会播出来的？你这个时间点已经慢慢比较接近了。我要好好讲话。会怕是不是？你知道平常就是通常男生大家出来的时候都是一定就是骂家里的事情，大聊。我们这种播出来的东西，大家讲话都会收个3分的。请问您是怎样？是。我跟我太太的学历比较相近，我们大学同学嘛，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念会比较接近一点，因为我们就读的大学也不是说反正就私立大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觉得成绩好，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那一条路可以走，一条很好的路可以走，但是成绩不好的话，我们会比较看重他有没有专业这样子。好可怕对，所以我们就是我说你如果不想念书，那你要有专业。好，那我现在接下来问这个一个很可怕的议题啊，所以请问你们认为在台湾生小孩进到教育体制容易吗？你说开始上学之后吗？开始上学之后，我觉得算是蛮紧张的啦，就是因为我想必你们2位已经是很有选择权的人，就是已经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因为第一个你们的工作 YouTuber 也是一个好像可以。不一定要在原本县市嘛，你又可以很多的选择性，甚至你可以出国念书，也都可以时间空间的选择比较多，对，比较多嘛。然后再来是就是想必2位做到100万，这个油水应该也捞了不少，不是？肯定这个收入也算不差，也算不差，就比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什么东西可能都比较好一点点。对，那选择可能也会多一点，那你就开始会想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你看嘛，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大家就说
你要想好哦，如果以后你要让他出国念书，那你就要选择什么什么样的学校哦。对，你去台中的任何一间幼稚园私立的，你去跟他就会每个人都跟我聊，他会从幼稚园开始跟你讲到大学。对，他说这个血统问题哦，你如果念蒙特梭利的话，那他以后就怎么样哦？你如果华德福体系的话，那华德福以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说，我靠，我现在是要宝贝了，是不是？我就要从定他的那个，像你们已经有带到小朋友，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就是你们这一路来，你会觉得在台湾念书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吗？还是它是一个？我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国小、国中、高中都已经卷过了，就该卷的都已经卷过了，所以其实我有点不是很想要小朋友重复那种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当初也是就是所谓的练功力这样一路上来，但是就是说实在，尤其是比如说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会觉得说，台湾的也是会质疑台湾的教育体制吧。我觉得所有学生在那个时间一定都会有这种想法，对，所以也会想说，那我们的下一代有必要把它逼到这么紧吗？还是说，随着不管是科技发展还是什么什么的发展也好，也许可以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只能往念书很厉害那条路走啊。那你呢？你小朋友功课很好还可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有点辛苦。没有啦，你是传统亚洲家长的互相吹捧。没有，还可以。出去是不是都会互相比，对不对？没有吗？就是你们跟朋友们出去，你小朋友念第几名？我不太比这个真的哦。对，但是就是我其实也不太去逼他们要念书或什么的。你们两个很开明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蛮辛苦的。我看他们。我记得我以前小学不是放学就回家那边看电视，天天开心什么那边看这样，然后他们现在下课之后就去补习然后中午下课的也补到6点，那我想现在补的这么多吗？对，现在要学一堆有微博对呀，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辛苦，我就觉得好不要再给他们压力，然后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子。那你们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我觉得可以诚实回答。请问爸爸跟小孩相处的时间多，还是妈妈跟小孩的相处时间多？对我来讲，应该是爸爸，算多蛮多的，因为就是像前面讲这个职业的时间分配算是比较自由嘛。如果说你晚上要回家多陪小孩你就自己熬夜把你的东西弄完。而且他妈妈就是大公司会需要轮班的，所以有时候会日夜颠倒。真的，甚至有时候他如果说他今天要上夜班，他可能那一个礼拜几乎都看不太到小孩子。那你们当时是有请保姆的吗？那就我带。哇，厉害那是很屌我觉得这个如果以目前都还有生过小孩就知道，就要么就我带，要么就是我带回去我爸妈那边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就我爸妈也可以带孙子这样子。0到1岁那个时候晚上你如果是自己顾很累那时候我后来研发出就是因为他如果说晚上都会起来的话，你就干脆就熬到他闹完你再去睡，然后你隔天就睡晚一点这样子，你就等于是上夜班啦。等于是说妈妈如果说她顾白天，她可能那个育婴假顾白天的话，那你就顾晚上。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比较好分配。所以你们也是8小时2个差不多。对，那你顾比较多，还是剪枝顾比较多？我们像老大的时候，其实前面3岁是剪枝顾比较多。他1岁之前我是在卖水果，对。然后后来我们到新竹去，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想要写小说吧，对，那段很精彩。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一段故事，你可以到那个许博剪枝的频道稍微看一下，简而言之，简而言之。然后反正后来那个时候，因为剪枝他就是比较他那时候其实很想要把小朋友的培养好，至少在前面2、3岁的时候，他一直都是用很陪伴的方式去跟他看英文绘本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大儿子那个英文的底子是从那个时候剪枝打起来的。对，所以虽然说我们英文都爆烂，但是就让他看听一些正确的东西。对其实培养语感就很重要。对，因为他有跟我聊过这件事，我说你小朋友为什么英文可以讲这么好？然后因为我觉得英文一直是我的缺陷，就虽然我现在他到处飞国外或干嘛可以沟通可以什么，但是那个口音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到国中毕业，我是连 A 到 Z 是写不完的那种，就我英文极烂，然后我是为了工作然后才自学，就是出去这样子学，但是那个口音我就一直没办法转过来，所以我就很怕说，如果以后我教他英文，
那个口音可能会传承下去。就口音我觉得到其次啊，对，口音真的是去国外就觉得还好，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口音啊。对，因为然后我就看那个你的频道，就是会带他们去国外跟那个什么小朋友混在一起玩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会很敢讲，然后就开始会，对他可是一开始都还是会怕啦，就算敢讲也大概就是简单的单字回应这样子啦，因为他那时候年纪也很小啊。那我就要问哦，通常人家都说爸爸带小孩是最可怕的一件事，请问你们在你们2位当中对小孩做过最荒唐的行为是什么？最荒唐的行为哦，荒唐就妈妈生气，应该是第一个是我蛮尊重他，觉得自己冷不冷热不热，但他妈妈很坚持，就是妈妈觉得冷，你就是一定要穿外套。但我会觉得说，好，你今天讲你不想穿外套，那你就不要穿啊，你等一下就不要来求我啊，我们就不带外套出门。啊，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觉得冷，那你下次你就知道要带外套。我是这样子的方式。他不能外套放车上吗？也可以，但后来就是他就会说，那我就放车上。他就自己找到折中的方法。找到方法。对，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我就比较我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觉得冷，或者你觉得热，你不想穿，那你就不要穿。那还好啊，至少没有像那个国外的家长，爸爸就是把小孩什么丢到弹簧床上，然后让他弹起来那种，真的蛮危险的。对，如果说以安全性来讲，其实我觉得我比我老婆注重啊，就是我是那种极度有点像防卫驾驶那种概念，就是小朋友走到哪了，我就是这样护，然后小朋友要起来都要护着头这样子。我也是比较注重安全的那种，肉身安全的那一种。那荒唐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哎，但是照顾小孩，我只印象有一件事情很深刻，就是帮他挖大便。从哪边挖哪边？从屁股挖大便，就是便秘的时候啊！对，就是便秘。为什么便秘要挖大便？用手抠啊？真的要伸进去抠？你要帮他软肠啊，要帮他那边用棉花帮他那边把他。我是没有抠过，但是我知道会有这种情况要真的哦，他真的倒不出来，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东西像羊便便东西结在那个地方。因为小朋友的便秘是很难处理的，对，他真的是要物理性处理。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啊？蛮小的，很小的时候，但1岁之前嘛，你可能有机会，你还会遇到，如果有的话，对，就是目前还是没遇到婴儿的便秘啊，对，人家都说什么1天3次跟3天1次都算正常嘛，啊，对，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小孩之后，就是当然我可能我本来就很不怕摸那种就是屎尿的东西，摸小孩之后你更不怕，就是整个手就是完全你生小孩之后，你对于那个肮脏的耐受度就降低。对，当兵已经降低1次了，生小孩要降低1次。当兵的时候你已经在这里了，对，这生完小孩就直接在这个到屎尿阶段了，手抓屎抓尿都无所谓的那种。那时候看到那个大便出来，是我人生看到大便最开心的时候。还好今天大出来了，哇，太棒了，大便哇！刚开始我帮那个小朋友洗屁股的时候，那个水龙头都还不会调那个强度，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找一个新的位置帮他洗嘛，转他龟前裤，啪下去那个冲上来，然后洗汤匙，那整个要翻上来，然后喷的你妈全身都是。但是那个什么，之后1-2次之后就越来越，到最后你就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处理。但是所以在照顾小孩的家务这件事情，你们2位是比妈妈还要厉害的吗？家务就是比如说帮小孩换尿布啊，帮他洗澡啊，然后帮他，我可以蛮有自信的说，我算是比他厉害一点。对，因为尤其晚上都是我顾的话，半夜的话啦，那甚至是有时候你可能已经睡着了，然后起来他可能半夜咳到吐什么的，可能发烧之类的。然后就是起来，眼睛闭着，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换完，全部处理完，然后再安回去睡觉。我跟你讲，我也是，我知道我换尿布，我自认为我比我太太还要厉害。SOP 那个手术跟那个包起来，然后旁边收边，然后那个骨沟间跟那个屁股间，收边这样子，一定要这个手势，而且那个用上来的时候，那个边对边那个对齐感，强迫症上下松紧度条，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哄小孩，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太太不太敢帮小孩洗澡啊，因为现在会月中嘛，很软的，对，然后就最强是我妈。就我妈就是直接20-30年前的记忆直接回复这样子。老江湖啊，老江湖就抓球哦，等下那睡啊，你煮睡弄啊那样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单纯以顾小朋友这件事情，男生其实优势蛮大的。为什么？体力上跟手大啊，手大超大优势，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讲洗澡，比如说你要护脖子，然后对啦，是要捏2边的耳朵，把它那个不要进水嘛，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还有你的臂力啊，而且那个身体趴在你手，对，那个橄榄球抱法的那个床样子。然后还有像抱小孩的持久度，就是你可能肌肉耐受度，然后还有。
我不知道，可能睡眠上吧，体力比较好的话比较能熬夜。没有，因为一开始你们都有喂母奶嘛，喂母乳，有我觉得喂母乳超辛苦，就是那个真的是喂母乳超级烦的，好累，超可怕，它就是无限的吸奶，然后洗奶器那个。对，所以那时候我都是想说，我能顾我就帮忙顾，他至少吸完可以先睡觉，或者是可以用一些什么自动冲洗的方式帮他把那个洗掉。我觉得那个差超多。简直他是亲喂，所以我觉得他超辛苦。我觉得亲喂更屌，很恐怖，超强哦。那个时候2个小时就起来，然后而且他2个小时起来，他也没有睡足2个小时，他就是起来都可能喂个半小时，或是有时候甚至吃到1小时，然后睡觉，然后可能又半个小时1小时他又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共感，就是可能很难解释给就是没有小朋友的父母亲这种感受，就是我是看到我太太喂小孩，我才突然觉得我妈好辛苦哦。当然太太也辛苦了，我是说在从那个瞬间的时候，然后我又回想起说，难道我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小朋友的胃很小嘛，然后你就2个小时就饿了，然后所以就是你看到，所以妈妈根本就是两三个小时之间没办法睡觉，她就是睡觉，然后快睡着的时候，然后你就哭了，然后你就可以来喂奶，然后喂奶之后可能奶又挤不出来，对，然后你就要硬挤，然后硬挤，然后小孩饿就哭，然后就暴躁，对啊，然后同时好不容易拿出来，然后小朋友要睡着了，然后妈妈说也醒了，因为已经被睡不回去了，然后现在才有发明什么自动挤奶器嘛，像那种什么椰子壳的温奶器啊，温奶的啊，然后什么冷冻包法啊，然后什么就才开始有各种有。以前年代真的是亲喂，一扎黑的脐带，哇，那个很可怕。然后我妈她还说什么，她后面背着我哥，然后前面背着我，然后要做生意啊，然后就一边这样子，然后一直背2个人，然后在那边弄卤味，然后弄菜，哈口模式，对，超屌。然后还要煮给什么公公吃、婆婆吃，然后全家都要那个。以前那个年代超可怕。以前那个年代如果有脆的话，我觉得很惨哦，我觉得很嗨啊。自从照顾副总之后，全世界最可怕的声音不是警报声，而是即将要睡着的小宝宝突然醒来的哭声。所以家里任何会出声的东西，我都特别敏感，像是扫地机器人、洗衣机在运转、洗碗机在洗碗。而最近我们家多了一台空气清净机，飞利浦抗敏耐 Plus， 我把它放在副总的房间。今天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外形是北欧的简约风，白色好搭配，不占空间，重量也非常 OK， 单手你就可以搬动，放在房间的角落也蛮和谐的。用下来最有感的就是安静，它最低有13分贝，比你放屁还要小声，但实际用起来就是宝宝在睡觉，这台开着完全不会吵到他。所以会吵醒副总的都是地雷，晚上睡觉开着睡，真的会安静到你忘记它开着。而且它有 AI 抗敏侦测，开启 APP Auto Plus， 它会学习环境去调整，它会自己看空气品质。假如你偷偷的放屁，它就会自己变成红色加速，空气干净之后也会慢慢的降回来。如果你想要看数据，你就可以用 APP， 它就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而最重要的就是滤网，滤网它是3层式的，前面挡毛发灰尘，中间用奈米 HEPA 过滤悬浮颗粒。官方说3年换1次，我觉得还算省，但还是要看你日常运转的行为模式还有时间，加上你放屁的次数。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适合放在婴儿房里面的宝宝机。而我平常给副总的使用，就是放着让它自动跑。这台适用于20平左右的空间，如果你是4到5平左右的，官方数据它是说7分钟就能够净化。白天宝宝在客厅玩，晚上睡觉前切睡眠模式，出门时想要确认家里空气，也能够用 APP 看一下。这台空气清净机的安静程度，大概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以为空气清净机也睡着了。晚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对出现这个小生命还没有这么大的情绪感。我反而是越有那个对于那个生命的体悟，跟越有就是那种什么叫家人，然后什么就是原来我的爸妈以前是怎么带我，然后现在你要顾他，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很可爱嘛，就是就很好玩这样子。所以可能我反而因为有了那个副总之后，我才会想要做这种节目，然后想要跟大家说，我跟你讲。如果人生错过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它会让你对于这个人生就是这趟单程列车有没有，就是它能够让你看透，跟让你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感。所以想问2位，到目前为止有后悔过生小孩这件事吗？没有，还是中间有那种会？我觉得是情绪上来的时候，一定会有那种感觉。我想把它塞回去，不是说什么塞回去，而是小心讲话，小心讲话。没有。有时候你一定会多少有那种
比如说怀念单身的时候，怀念没有生小孩的时候，肯定会，就这个时候你要说他叫后悔嘛，我觉得也算吧。但是我是觉得说，既然做了选择了，你就把它执行下去。然后再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小孩子带给你的对于人生整体的一个价值转变，这种真的是你没有生小孩，你从来不可能会有的体会。但是那个东西带给你的感受是其他任何事情没办法取代的。那请问你对于那个脆上面说不会教就不要生这句话，您如何回应？不会教就不要生，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是第一个是你还没有生出来，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教？因为每个小孩都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会很专注在于说，什么样叫做会不会教？但是大家都忘记一个前提是，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教育程度很高的家长好了，或是你自认为你是育儿专家，你有些预习好的这种家长，准备充足，你遇到了一个地狱级的小孩，他可能就是什么都不要这种情况，或者是说，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片面的状态，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切片，比如说公审小朋友在飞机上面哭。他可能就是那一个片面上的时间他在哭，但他可能那个小孩，如果说假设他99.9%的时间都是很乖的，就那一个时间哭，然后你就因此完全否定了那个爸妈他们对他的教育，那你觉得这样子算是公平？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说这个事情它全面上到底是怎样嘛，他们家的教育情况到底是怎样？你只看到那个切片，你只看到那个切片。你就因此来断定，还有比如说啊，在外面餐厅吃饭啊，看到怎么都是妈妈在顾，爸爸怎么好像都没有在看小孩，但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家庭分配状况怎样呢？搞不好是他刚去把那个小孩已经处理完一遍，他已经快熄火状态了那个爸爸，所以现在换妈妈来接手，有可能这个状况啊。或是有时候是可能反过来啊，他讲的很有情绪，对不对？我根本就在讲他这个，不是在讲我，是因为你一定要有亲自带过，你才会知道。对，我当然知道。立体上来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那请问啾啾姐，你已经带过小孩出国过那么多次的人，对，请问带小孩出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带小孩出国，我觉得是要怎么讲？你年纪越小，当然你的负担会越大。你当时你是觉得他几岁开始带小孩出国是适合的？我老婆那时候是因为她刚生完就蛮闷的嘛，就想要出去玩，那就是先选冲绳，就是大家公认比较近的，然后她那时候应该是10个月、11个月吧，10个月哦，但是因为麻薯算是她已经算天使宝了。就是他从月中回来直接睡过夜那一种，哇，好屌哦，哇，好强哦！所以我就说每小孩都不一样，我也没干，我也没有预先学什么半夜哄小孩，他就自己睡过夜。我到9个月吧，才睡过夜，所以每小孩都不一样。就前面讲，我们小时候都还会开始哭，我们就开始推出去外面逛街。对啊，有的小孩像我哥以前是他一定要坐车出去的啊，对，所以不一样。他就比较早带出去，然后也蛮幸运，是他那一趟就没有哭，只是说你去那边的时候行程就是你要排很少。你说整个飞机上都没哭？就没有啊，但是你也要准备一下，就是你预先准备，第一个是时间上，你要先抓说他平常什么时候睡觉，你就最好那时候去抓那个时刻，然后上飞机前就是让他去放电，因为机场有一些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或者是玩爆这样，或者是你就去自己去陪他玩嘛，陪他推或是干嘛的之类的，就是让他放电到快要熄火状态的时候，那时候上飞机最刚好。其实我觉得每个带飞机上去的父母都超紧张的，这会很紧张，因为我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你假说旁边是婴儿啊，然后很多人就想这样，但是我算是我对这个东西很能接受，而且我常常会帮旁边带婴儿，然后旁边帮妈哄，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上去的那一刻之前，他已经做好200%的准备了，对，通常都已经。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做好200%的准备，那他有没有可能会哭？还是不一定，还是有可能会哭。就是那个小朋友的当下的那一个时间切片的状态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的。即便你做了200%准备，即便他平常99.9%的时间都是乖的，你已经99.999%预期他没问题了啊，他那时候哭出声音了，你是不是还是要被公审？所以压力就是在这边。你有被审过吗？我是没有，到现在他就是刚好就没哭啊。我6岁之后才敢带他出国。对，所以就是压力会大到这种状况，压力会大到只感到压力会大到这种状况，这有点像是有点矫枉过正，就是好像家长就必须要因此把小朋友都封闭在那个环境。而且小朋友在餐厅，我最近非常有感这件事情，只要他把那个地板弄得非常脏之后。我都很害怕，而且有没有可能是你假设你被偷拍的时候，是你正要亲之前对，然后就是我讲时间切片嘛，他就切在那个时间点，然后你就被拍上去了。那对，所以你们到现在为止顾小孩到现在，你跟你们的太太另一半发生过最大的冲突，请问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种说出来，我们的工作都一样嘛，我跟他的工作是一样，所以
我们比较没有就是什么啊，哇，你这句话好委屈哦。没有。